很多人以为现在大家都在用 AI，差距应该会变小，但现实刚好相反，用 AI 的人越来越多，差距反而拉得更大。问题不是你会不会用 AI，问题是你到底用 AI 来做什么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不会教你用任何新工具，我只讲几种真实用法，看完你就会明白，为什么同样是 AI，有些人只会跟忙，有些人却真的开始变轻松。我们先看一个很简单、很真实的例子：同一张图片，同一个 AI，结果却可以差非常多。很多人第一次用 AI 生成图片，通常会这样下指令：请帮我生成一辆车的图。AI 就真的会帮你生成出来。结果不能说不好，但你一看，可能就是缺了一点感觉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你会开始一直生成，不断的生成，来回3、4次，才终于到一个好像可以用了的版本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用。有些人一开始就不会问，可以不可以帮我生成一辆车的图？他们会先停下来想几秒钟，这张图是给谁看的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最后想要的感觉是怎样？想清楚之后，他们才把这些东西写进 prompt，不是一句话，而是一个有结构的描述。这样子很多时候一次就能完成了。表面上看只是 prompt 长一点、复杂一点，但真正的差别不在技术，差别在一件很简单的事：一个人把思考丢给 AI，另一个人先自己想清楚。当你只丢一句话给 AI，结果通常是看起来还行，但很普通，每次出来都不太一样。你只能一直追着结果生成。但当你想清楚，再用 AI，结果通常是风格很稳定，输出很接近你要的，很少需要来回修改。不是因为你比较会下指令，而是你比较清楚自己要什么。所以这个例子重点不是生成图片，而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：AI 不会自动拉开差距，拉开差距的是你有没有先动脑。你可以把 AI 当成一个什么都能帮你的工具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放大你判断力的放大器。如果你不会写这么细节的提示词，你可以用这一段提示词，让 AI 自己设计这个有结构的提示词给你。有结构的提示词往往比一般的提示词生成出来的结果还要一致。我们再换一个更常见的场景，用 AI 学东西。很多人用 AI 学习方法是这样：帮我解释这个概念，帮我总结这篇文章，用简单一点的方式说，AI 会很听话，解释得清清楚楚。你看完会觉得哇，我懂了。但问题是，过2天再问一次，你会发现好像又不太记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头到尾都只是让 AI 在替你想，你只是坐在旁边看答案。但有些人用法完全不一样，他们不会一开始就问这是什么，他们会先自己想一版，我现在大概理解成怎样，对吗？我这样推理有没有哪里错？然后才把自己的想法丢给 AI。AI 在这个时候不是老师，而是一个在帮你找漏洞的镜子。你会发现一个差别：当 AI 只是告诉你答案，你会感觉懂；但当 AI 是在修正你，你是真的在学。我们再看一个更现实的场景：做决定。很多人用 AI 做决策，会这样问：我该选哪一个比较好？你觉得哪个方案成功率高？AI 会分析优缺点，列出比较，看起来非常专业。但问题是，你心里其实已经有一个答案了，只是想找一个看起来很理性的背书。这时候 AI 做的事不是帮你判断，而是帮你合理化。但有些人用法不一样，他们会这样用：这是我的选择理由，这是我现在最担心的点。如果这个假设错了，会发生什么？这时候 AI 才真正的派上用场。它不是告诉你要不要做，而是逼你面对你自己不敢想的那一块。结果会发生一个很微妙的事：你不是被 AI 说服，你是被自己说服或推翻。用久了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个变化，不是 AI 帮你做决定，而是你变得越来越会判断。
我刚刚讲的这三件事，生成图片、学习、做决定，看起来都不一样，但背后其实同一件事，也并不会让你变强，它只会放大你本来的使用方式。所以真正拉开差距的，从来不是你会不会用 AI，而是你把 AI 放在哪一个位置。你是把它当成替你做事的工具，还是一个放大你思维的工具？这个选择每天都在悄悄发生，而差距也是这样慢慢被拉开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，我会不定期更新关于 AI 和技术的内容。